很多人都跟我说想了解环太平洋完整的故事线，今天它来了，让我们马上开始。很久很久以前，在某个离地球很远的星系，有一颗叫做 Antares 的星球，有种科技文明十分发达的高等智慧生物统治着那里。地球上的人们把他们叫做先驱，他们通过殖民侵略其他有生命的星球来不断壮大自己，而他们所用的工具就是我们电影中看到的虫洞和各种怪兽。早在 2.5 亿年前的三叠纪，那时候地球的霸主还是恐龙，先驱们第一次造访了地球，不过当时的环境并不适合他们生存，地球也因此逃过一劫。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演变，地球已经变成了他们想要的样子，因此先驱们再次盯上了地球。2013年8月11日，先驱在太平洋底打开了虫洞，第一只开局兽入侵者在旧金山出现，大肆破坏着城市。起初军方用传统火力持续攻击了1周，但没见半点效果。无奈之下，军方向怪兽投射了3颗核弹才将怪兽消灭，但怪兽血液造成的污染和核弹产生的辐射也让旧金山彻底沦为一座废墟。人们将这次事件叫做旧金山事件，把怪兽入侵的那天命名为 K-Day， 也是从这一天开始，怪兽不断出现，人类也迎来了关乎存亡的挑战。之后的日子里，菲律宾的马尼拉、墨西哥的圣卢卡斯角、澳大利亚的悉尼相继遭到入侵，人们也都只能用核弹将其消灭。在此之后，人类意识到怪兽的入侵是不断的，而核弹对城市造成的破坏是不可逆转的，因此需要制造新的武器来对抗它们。于是我们熟知的 PPDC 成立了，其总部设立在香港。而在2014年9月15日的首尔峰会上，加斯帕谢菲尔德提出了使用机甲对抗怪兽的方案，在场众人通过了这条提案，猎人计划这个项目也正式确立。随后在香港、洛杉矶、东京等地都设立了机甲基地，以应对全球各地的入侵。人类也正式进入了机甲时代。同年12月，凯瑟琳博士研发出了人机链接的庞斯系统。2015年1月30日，历史上第一台机甲朝小子御空开始测试，凯西亚当进行了第一次人机链接测试，但由于系统的不稳定，使得驾驶员过载身亡。2015年2月18日，能将2台驾驶员思维同步的 Drat 通感系统研发成功，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机甲变为由2人同步驾驶。15年4月23日，卡洛夫进攻了加拿大温哥华，凯瑟琳与塞尔吉奥驾驶朝小子御空打败了怪兽，这也是人类第一次用机甲打败怪兽，证明了这条路是可行的。同年7月24日，猎人学院在科迪亚克岛创立，人类开始大规模的培养机甲驾驶员。2015年12月6日，香港破碎穹顶基地正式投入使用，内部配有大量军用和物资，能够将机甲快速运到战场。此后陆陆续续的机甲也相继出场，感兴趣的可以点击我的头像，主页内有全部机甲的详细介绍视频。2016年5月15日，恶魔女巫袭击了日本东京，潘提考斯特和塔姆辛驾驶探戈狼出战，这也是人类第一台正式服役的机甲。战斗中，塔姆辛昏了过去，潘提考斯特独自驾驶机甲击败了怪兽，随后收养了幸存的深贞子，但由于探戈狼的驾驶室并没有完善的防护系统，塔姆辛因为辐射去世，潘提考斯特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从此从一线退役，担任驾驶学院的教官。而贝克特兄弟也在这时加入了猎人学院。随后又是几次怪兽的袭击。2016年6月21日，伊塔克进攻东京，隐形浪人和探戈狼先后出战，最后由隐形浪人击杀了怪兽。16年7月5日，诸神黄昏再次进攻东京，由于隐形浪人的驾驶员受到了辐射，不能驾驶机甲，探戈狼还在修理当中，只能由胜利阿尔法率先出战，但不幸被怪兽摧毁，隐形浪人的驾驶员只能再次冒险出战，最终与怪兽同归于尽。还是2016年，开局兽复仇者入侵了香港，后被汉森驾驶的幸运7号所击杀，复仇者的头骨还被改造成了寺庙供人们祭拜，身体部分则由汉尼拔州的黑市组织所处理。 PPDC 还与汉尼拔州暗中签订了协议，将怪兽尸体的开采权卖给了汉尼拔州。后来 PPDC 也发现了海底的虫洞，并打算摧毁它，只可惜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2017年7月10日，第一部电影中的主角机甲第3代机甲猎人危险流浪者在美国阿拉斯加建造完成。2017年10月17日，开局兽山兰袭击了美国洛杉矶，贝克特兄弟驾驶着危险流浪者成功击败了怪兽，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任务就大获成功。而在此之后，人类又获得了几场不同规模的胜利，甚至还第一次击杀了4级怪兽，这都要归功于功能已经相当先进的机甲，以及人们更加成熟的驾驶经验和战斗技巧。人们的生活也随着城市的安定而逐渐向好。但在2020年2月29日，镰刀头入侵安克雷奇，由于罗密欧率先迎敌，但不幸被摧毁。随后贝克特兄弟驾驶危险流浪者出战，可最后虽然怪兽镰刀头被消灭，但哥哥杨希贝克特却在战斗过程中丧生。好在最后罗莉独自完成了战斗，并驾驶机甲返回。此次事件过后，罗莉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因此退出了猎人组织。危险
流浪者也一度被废弃在遗忘农场里，直到后来被潘提考斯特回收改造。从这之后，怪兽的入侵越来越频繁，怪兽的实力也越来越强。仅仅是2024年这一年就发生了14起入侵事件，其中更是有8台机甲在战斗中被毁，人们因此士气大跌，对猎人计划感到十分失望，甚至质疑这条路的可行性。用于资助该计划的钱也被转投于怪兽城墙项目，人类的心态也从反抗入侵转变成了防御入侵。7个穹顶基地也相继被关闭，只留下了最后的香港基地，让其最后运作8个月，直至防御城墙的建成。2025年1月2日，4级怪兽病毒登陆悉尼，火神幽灵与回声军刀进行了拦截，但很不幸，他们都被怪兽给摧毁了。之后怪兽只花了不到1个小时就突破了这筑起的高墙，最后还是尤里卡突袭者赶到战场才消灭了怪兽。这时潘提考斯特再次找上了罗莉，让他回去重新驾驶机甲，还是那台危险流浪者，只不过这次他的搭档变成了森贞子。这时人类对怪兽的研究也取得了巨大进展，牛顿博士成功与怪兽进行了通感，这也是历史上第2次人类与怪兽的通感。第1次进行通感的正是汉尼拔州，牛顿在通感中看到了一些关于怪兽的事情，便立马告知了潘提考斯特，但由于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他们需要了解更多，于是他来到了黑市，找到了汉尼拔州。因为此时他的想法还是与怪兽相连通的，于是先驱立马派出了棱背龟和尾栗鼠同时进攻香港，想要阻止他的行动。基地这边则出动了暴风赤红和切诺阿尔法出战迎敌，罗莉和森贞子则因为第1次通感失败而不被允许出战。然而这次的怪兽实力比之前的都要强，2台机甲纷纷倒下，本应该保存实力的尤里卡突袭者被迫出战。虽然尤里卡突袭者的实力很强，但这次的怪兽竟然会电磁脉冲攻击，尤里卡突袭者的动力系统瞬间失效，采用核动力驱动的危险流浪者是目前唯一能对抗敌人的机甲，基地只能让通感尚不稳定的2人出战迎敌。好在经过升级的危险流浪者实力很强，利用加装的徒手剑成功以1敌2，但基地内的人们并没有庆祝，而是立马开始了用核弹炸毁虫洞的计划。潘提考斯特和小汉森驾驶尤里卡突袭者，负责运送和投放核弹，罗莉和森贞子负责掩护尤里卡突袭者。与此同时，牛顿和赫尔曼利用怪兽的遗体一起进行了通感，获取了更多关于怪兽的信息，也了解到了虫洞的机制。随后他们将信息汇报给了基地，在机甲们到达了海底的虫洞之后，遭遇了3只开局兽的阻击，甚至第1次出现了5级兽毒妇。经过惨烈的战斗后，只得启动核弹与怪兽同归于尽，炸毁虫洞的任务就只能由危险流浪者去做。好在流浪者成功击杀了怪兽，利用怪兽的身体进入了虫洞，引爆了由核动力驱动的机甲，成功炸毁了虫洞。森贞子和罗莉虽然都成功逃生，但由于承受了大量辐射，最后只有贞子成功活了下来，而他后来也成长为了 PPDC 的秘书长。至此，怪兽的入侵暂时结束了，但人类对于机甲和怪兽的狂热追求却一直在持续。各个组织出于各种目的，不断的建造着机甲，还有一部分人把怪兽当作是人类的救赎，将怪兽当作神灵一样供奉，不断的研究着怪兽，其中就包括第1部电影中的牛顿。他在2026年离开了 PPDC， 加入了邵氏工业，在这里获得了怪兽的次级大脑，再次进行了通感，而这次通感的对象是先驱。由于长时间的通感，牛顿的大脑已经完全被先驱控制，通过牛顿，先驱成功的让怪兽操控了无人机甲。2035年，狂战士克罗诺斯的系统被人修改，导致机甲失控，在基地内大肆破坏，驾驶员布拉加还因此身亡。最后才查明凶手是怪兽邪教组织的极端分子。2035年11月3日，邵氏工业准备让无人机甲正式上市，因此来请求秘书长森贞子的批准，但因为狂战士的前车之鉴，森贞子并没有同意这个项目。随后就到了悉尼环太平洋峰会的日子，一台不知名的机甲突然出现，在悉尼市区肆意破坏，还袭击了森贞子的飞机，森贞子因此当场死亡。潘提考斯特的儿子杰克在亲眼看到一姐遇难后，决心要找出幕后的真凶，顺着森贞子留下的线索，和兰伯特驾驶着6代机甲复仇流浪者来到了西伯利亚，在这里再次遇到了狂怒黑曜石，最后复仇流浪者成功干掉了对方。然而他们却发现驾驶机甲的不是人类，竟然是怪兽的大脑，人们因此终于发现了真正的凶手牛顿。然而此时的他已经利用怪兽控制了邵氏工业所有的无人机甲，他发动了暴乱，在世界各地都打开了虫洞，释放出怪兽妄想统治世界。幸好邵利文及时让机甲自爆，只让3头怪兽爬了出来，分别是4级的伯劳刺和白蛇，5级的雷神，他们都朝着富士山进发，目的是为了火山中的稀有元素，那能和怪兽的血液发生反应，提供强大的能量。这次有4台机甲出战迎击怪兽，分别为复仇流浪者、军刀雅典娜、英勇保卫者、凤凰游击士。具体的机甲信息可以去我主页观看视频了解。经过机甲战士们的合力奋战，最终击杀了这3头怪兽，但牛顿释放出了撕裂虫，将3头怪兽合体成了1头超级怪兽。这只怪兽的实力比之前的任何机甲或怪兽都要强，机甲猎人们在他面前就像玩具一样被随便宰割，只有复仇流浪者因为主角 buff 而逃过一劫。处理完碍事的机甲，怪兽继续朝富士山前进，而复仇流浪者知道自己不是怪兽的对手，于是他飞到高空，利用加速度使自己变成了
一颗飞速下坠的陨石，最终消灭了怪兽。之后被抓的牛顿仍被先驱给控制着，并说终有一天会征服地球。杰克也回应说，下一次就不是你们侵略地球了，而是人类亲自登门到访。环太平洋的故事到这里也讲得差不多了，后续还有动画的故事内容，就留给各位亲自探索吧。我们下期见。